就这样过了2个礼拜，那个女生就回到他身边了。他只花了3天的时间，然后奇迹就发生了。哦，我要哭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BB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用吸引力法则挽回前任。如果你有一个很想挽回的男朋友或女朋友啊，那你一定要看看今天的影片哦。今天要讲2个精彩的故事，这2个故事都让我印象非常深刻。有一个故事甚至是我在10几年前就听过的故事，真的印象非常深刻。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哦。第一个故事是来自一个我有在 follow 的 YouTuber， 叫做 Elmer， 他现在已经有20几万订阅了，最近这几年就突然窜红的一个 YouTuber。你看他频道，你会以为他是个健身教练，因为他壮得乱七八糟的，但是他其实是在讲 Neville Goddard 跟假设法则的，也是我非常非常喜欢的内容。Neville Goddard 就是上个世纪非常有名的心灵导师，他主要是在讲假设法则的。他的故事呢是在他17岁的时候，那时候他本来有个女朋友，但是有一天那女生就找了一个新的男朋友，然后就把他甩了。那 Elmer 就很难过很沮丧，在家里。那有一天他阿公就出现了，他阿公没有跟他住在一起，比较少见面。他阿公是很厉害的人哦，因为他阿公就是 Neville Goddard 的学生，好几十年前啊 Neville Goddard 还活着的时候，他阿公就是他的学生。他阿公那时候呢就跟 Neville Goddard 学的是整套假设法则的理论啊，还有这个灵性的一些知识啊，然后就从一个非常普通的舞蹈老师变成了舞蹈教室的大老板，经营自己的舞蹈教室，然后变得非常非常有钱。他阿公的故事我可能下次会做个影片再讲。他阿公就出现，然后就遇到 Elmer 嘛，就看到 Elmer 怎么那么闷闷不乐啊，很伤心啊的感觉，就问他发生什么事。Elmer 就告诉他，哦，被女生甩了，超难过的。他阿公就教他，就告诉他潜意识的力量。他就说，如果你想要这女生回来，你也可以办得到。潜意识是可以让你实现任何你想要的愿望的。那你要怎么去跟潜意识沟通呢？就是告诉他你想要这个女生回来呢，有一个方法，就是你每天晚上睡觉的时候，躺在床上的时候，想象你抱着那个女生，就这样环抱，然后你想象那个女生头转过来跟你说，Elmer， 我不敢相信我跟你分手，真的是太白痴了，我怎么会把你给甩了呢？还好我们现在和好了，我真的好爱你，好想你哦 ，Elmer， 对不起。他阿公就教他去想象这个情节，就想象这个女生已经跟他复合了，然后讲出这整段话。然后 Elmer 就想说，好啊，只是想象的话蛮简单的嘛，只要在晚上睡前想象就可以了。所以他就每天都这样想象，同样那个画面重复一直想象，想到他睡着为止。就这样过了2个礼拜，那个女生就回到他身边了。真的超快，而且有一天就真的，他在抱这个女生的时候，那个女生就转过头来跟他说，Elmer， 我真不敢相信我会把你给甩了，我怎么会跟你分手呢？我真是大笨蛋，大笨蛋，大笨蛋！那女生就讲了一模一样的话，真的太厉害了。Elmer 就跟他阿公也学了很多很多 Neville Goddard 教的东西，他就开始意识到这个潜意识的力量，还有很多事情其实好像是自己创造出来的。过一阵子，那女生又出轨了。可这时候 Elmer 就发现说，其实是自己有一些问题创造出来的，就是可能是不自信啊，或是没安全感啊，或是觉得自己配不上这女生都有可能。所以 Elmer 就决定跟这女生分手，然后好好的专注在自己身上，就是让自己变成一个更棒的人。Elmer 后来很快就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，就开始也赚了很多钱，买了车子，甚至还买了房子。因为后来他就发现，这个世界就是你想象出来的，你自己创造出来的，其实不是别人加在你身上的。如果你要改变你的生活上的任何东西的话，就专注在自己身上就好了。但我的意思不是说你用这个方法之后，它不会回来很久。我的意思不是这样子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还是可以用这个方法让它回到你身边，两个人再试试看，再给彼此一次机会。之后会不会在一起很久，其实还是要靠2个人的努力啦，自己也要 focus 在自己身上，才不会因为这个人而迷失了自己。第二个故事，这个故事呢，我在很多年前就看过，然后看的时候几乎就是痛哭流涕了，因为实在是太感人了，而且让我学到很多。这是我在秘密网站上看到的。这故事就是有一个女生，我们就叫她 Amy 好了。那她大约是30-40岁左右，她曾经有一个很好的男朋友，叫他 Michael 好了。她跟 Michael 在一起几年之后呢，就分手了，应该是吵架分手的，我有点忘记原因。
后来分手之后就再也没联络了，虽然有对方的联络方式，有电话号码，可是再也没有打这支电话，就这样子没联络了5年，超级久。有一天 Amy 就开始觉得不知道为什么就开始想了这个男生，就开始有点懊悔为什么要跟这个男生分手，觉得以前很不成熟，可能是为了一些小事吵架吧，觉得那时候自己真的是非常的幼稚不成熟，而且分手之后再也没遇到更好的男生了，就会发现还是 Michael 最好，就是找不到跟 Michael 一样这么温柔这么好的男生了，悔不当初啊。他一开始呢也用了很多方法，就是可能有做一些愿景板啊，或者是有想象他回来，或者是有用写的都有可能。但是呢怎么样，就是男生就是没有回来嘛，没有消息，然后他就很懊恼，就不知道自己是哪里做错了，而且已经做了好几个月都没有办法。这时候他就突然想到一件事情，他就想说我怎么忘了去爱他呢？做了这么多努力，可是好像只是为了做这件事情而做，我并没有去爱他。我其实想要他回来是因为我很想要再爱他一次啊，我想要把这5年没爱到的部分好好的爱一次啊。所以既然我是希望能再爱他一次，虽然他现在没有在我身边，我还是可以爱他，我一定要把这5年没有爱到的份一次爱个够。然后就拿着 Michael 的照片出来看，好喜欢哦，Michael 真的太帅了啊！我们热恋的时候，那一天超开心的。我们约会的时候，Michael 真是棒透了啊！对，他就是这么温柔。如果我们2个又在一起，我们又可以再去那个游乐园玩，我们可以在一起约会，一起吃饭。那就好几天的时间，就是在想着 Michael， 想着他的好，心中马上就有一股很开心的爱的感觉了嘛。真的，他觉得在那3天之内，他把这5年来没爱到的份一次要爱个够。然后奇迹就发生了，他只花了3天的时间，电话就来了。他一接起来还不知道是谁，电话的那一头就说 I love you。 哈？谁？ Who are you？ Amy， 我是 Michael 啊。 I love you。 Michael 就跟他讲说，这几天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脑袋全部都是你的影子，我突然无时不刻都在想着你，我突然觉得我好后悔当初跟你分手，我好想要再爱你一次。 Amy I love you， 我们和好吧。我要哭了。太感人了。Michael 就说，我这几天不知道为什么脑袋全部都是你的画面，好后悔当初要跟你分手。那 Amy 当然也说，我真的好爱你，好想你，他们就和好了。这故事要告诉我们的是，吸引力法则其实是需要爱的力量的，爱是最强的吸引力法则。Amy 这3天的爱其实是比较接近无条件的爱，她并不是为了要让 Michael 回到她身边所以去爱，她没有任何原因，没有任何理由，就是很想去爱他，不是为了要他回来，只是想要好好的发泄一下心中的爱。这个时候那个爱就非常非常接近无条件的爱，而且无条件的爱是非常非常 powerful 的，比有条件的爱更加 powerful。这本书力量就是在讲爱就是非常高频率的能量，那里面也有说到吸引力法则其实就是爱的法则，这里面有讲很多一些理论啊，或者是实际上的应用啊，而且爱其实就是感恩的力量，蛮推荐大家再看一次的。我之后应该也会做个影片来讲一下这本书，所以可以先订阅一下哦。那如果你现在是没有对象，想要找对象的话，这边有个影片，用吸引力法则让你爱情事业两得意，可以看一下哦。我还有很多吸引力法则有趣好玩的故事要跟你分享，可以订阅一下哦。那我们下次见咯，拜拜。